长月烬明最后一集，谭太进与初代魔神融合后，决定用自己来献祭同北道，解救黎民苍生于水火。谭太进故意伤害黎苏苏，促使他断情绝爱，然后在绝望中升级为真神。黎苏苏果然如他所愿，浴火重生，变成了金身璀璨的凤凰女神。黎苏苏忍痛和谭太进告别，谭太进在最后一刻自己抽出血骨，与统北道同归于尽，完成了他自己的心愿。魔神统北道血骨彻底消失，整个世界终于重获新生。500年后，黎苏苏独自带着女儿来到漠河边，讲述桑酒和明夜的故事。而护心林中的光晕里，谭太进露出了平静祥和的表情。画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谭太进终于迎来大结局，2个惊喜，3点圆满，4点遗憾，番外很甜。2处惊喜，面具国王叶青羽最后终于出现了，统北道开启，百姓受难。为了维护百姓，他丢掉了面具，使出法力对抗魔神。叶青羽果然是最负责任的。谭太进用自己的死换来了3界祥和平静。那时黎苏苏才明白了谭太进做出了多大的牺牲。不过还好他们有了女儿，所以谭太进不曾离开黎苏苏。黎苏苏为女儿讲述着他们的故事。圆满1，统北道被毁灭。统北道贯穿了这部剧的始末，魔神因为开启统北道而让人世间面临苦难，最后也因为统北道的毁灭，让4周3界重见光明。黎苏苏为了阻止魔神降临开启统北道，所以在500年前穿越成叶希雾，然后爱上了魔神，从而产生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。所有人都以为谭太进变成了魔神，开始残害同门，可是谁也不知道，他只是想利用自己一个人的牺牲来保护3界。最后苏苏修成了无情道，成功成为神明，而谭太进最终和统北道一起被毁灭，从此3界安宁。圆满2，谭太进黎苏苏圆房。剧里面谭太进和苏苏一共经历了4次大婚，每次的婚礼都充满了欺瞒和算计。从他们相逢相知相爱，经历了很多磨难，真正快乐的日子却不多。第1次大婚，2个人各有算盘，互相厌弃对方。第2次大婚，叶希雾换血骨跳城楼。第3次大婚是用明夜桑酒的身份，也是充满了误会。最后一次2人相爱相杀，黎苏苏成了神，谭太进殉了统北道。至少在般若浮生里面，他们成为了真的夫妻。而在第4次大婚的前一日，他们真正圆房。后来的谭太子密就是那时候怀上的。圆满3，坏人都得到了惩罚。地面是剧里最大的反派，一开始为了血骨背叛妻子出皇，后来要杀了曲掌门，以及要取亲生女儿苏苏的命，甚至间接害死了赵幽掌门，最后死在谭太进手里，大快人心。四英和精灭帮着初代魔神作恶多端，害死了很多人，最后死在了尊敬的魔神大人手里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当然剧里面也有很多遗憾，在我看来有4点。首先是赵幽真人入魔，死在了最敬爱的徒弟苍九明手上，真的非常喜欢他，骑着小毛驴儿，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，是除了黎苏苏对谭太进最好的人。即便是徒弟遭人陷害，他依旧选择相信，明明知道苍九明带着不祥，依旧把他从弱水旁救回来，而且悉心照顾。其次是叶青羽，他应该是剧里面除了谭太进最可怜的人了，辛辛苦苦打了500年的工，结果剧情被删光了。失去挚爱的同时，他也失去了至亲之人，叶家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为了天下安定，戴上面具当谭太进子子孙孙每一代，直到最后景国因为统北道开启遭受灾难，也是他用天然妖丹力量保护百姓，自己一夜白头。小狐狸始终没有出现，他和叶青羽成了大家的意难平。小狐狸有那么多条命，即便他给了叶青羽几条命，他也应该还活着。叶青羽最后应该有好的归宿。再来就是宫野纪无，宫野纪无为了杀谭太进，不顾黎苏苏的性命，还甘愿堕魔。要不是谭太进，他就走火入魔了。这样的宫野纪无应该不是庞博士想看到的。他当初选择费劲儿救萧凛，是因为萧凛懂大义，知进退，而宫野纪无却完全换了个人，太遗憾了。庞博士的实验其实失败了。最后这一世的墨女没有了叶冰裳的狠毒阴险，虽然也为自己而活，但她也只是冷眼旁观神魔大战，她最后还救了宫野纪无。墨女的结局太平淡无味，她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最后还能幸存，做个局外人，总觉得她应该也能像四英那样，这一世过得轰轰烈烈。
最后是澹台烬身死，黎苏苏成为最后一个神，带着女儿澹台子密来到漠河。大结局给了护心灵一个镜头，姑且认为是澹台烬的灵魂在里面滋养吧。也许很多年后他们会重逢，至少让澹台烬看看自己的亲生女儿吧。大结局了，很不舍，虽然有些烂尾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据说山寨的10集会整合成番外，可以结合原著的结局番外来看，有黎苏苏凡间追夫，一家3口回魔域，还有回逍遥宗等治愈的部分，到时候一定要去追，肯定很甜。